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正确的暖身收操流程：关节操、核心操、暖身慢跑、动态伸展、马克操、专项性加速跑。那接下来就会进入到你的可能比赛或是强度训练。完成之后，我们会进入到缓和跑、静态伸展。透过这个马克操，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清楚知道说，我们等一下要准备进入到跟这个动作有关的一个动作模式，你的肌肉会有一些酸痛的问题啊，或是一些撕裂伤。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建议你做一个10到15分钟的缓和跑，除了有效的帮你的乳酸代谢，也可以大幅的降低你在隔一天可能产生的延迟性疲劳的一些酸痛感。我们就要进入到最重要的静态伸展，可以有效的帮助你的一些肌肉的废物代谢，大幅的降低你的运动伤害，同时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运动表现。到底跑了没？跟我持续学跑步吧，出发！嗨，大家好，我是光头神童李汉轩，欢迎收看《到底跑了没》。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上坡技巧。很多人呢在跑上坡的时候呢，时常会有喘吁吁、跑不动、变成步兵的一个状况。那我今天就要来教大家如何透过有效的跑步技巧，如何帮助自己可以在跑上坡的时候更能够轻松的去向前，避免一些错误状况。同时呢，最后我们也会教大家如何透过肌力训练强化你的腿部跟臀部，让你在跑上坡的时候可以更轻松、更自在，永远不要成为一个步兵哦。好，那首先呢，我们跑上坡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的身体重心要微前倾。因为呢，在平路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呢跟地板呢，很多的跑者都是垂直于地板90度。所以，可是如果我们从上坡侧面的角度来看，如果我跟地板成90度的话，你会发现身体会这样子往后倒的感觉。那如果假设我给地板作用力，它就会有一个向后的反作用力。换言之，如果我的身体是打直的话，我要这样往前跑，其实会很费力哦。我的脚每一步是会很费力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上半身稍微的有点微微的往前倾，让你的重心从你的脚跟往前到你的中足的位置。那当你去做一个作用力的时候，就会自然的有一个反作用力，你就可以很自然的跑动起来，然后保持在这样的节奏。好，记得我重心是有点微前倾的，落地的时候刚好顺势的做一个向后的动作，我们就可以顺势的让我们往前跑的感觉变得比较顺畅哦。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的头部呢，在跑步的时候一样，下巴会跟我们的地板成一个比较平行的位置。然后很多的跑者呢会怎么样？举头望明月去跑，有没有？因为什么呀？因为上坡会让你想要往上看。那这样的状态下，其实因为你的头部是在后方的情况下，你的身体的力量会没有办法让你有效的向前。所以呢，我们要在跑的时候稍微往下看一点点，往斜下方45度角看。但是呢，也不能做什么事情过度的低头。因为之前有提到，如果你过度的低头，你的眼睛会落在身体正下方的话，你的脚的步伐会受到影响。好，所以我们就稍微的往斜下方45度角看，让下巴保持是放松稳定的。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在跑上坡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的下肢的肌肉主要更多的是用到我们的向心收缩的一个机制，所以代表着说，如果我的关节的角度越小的状态下，那我们在跑的过程当中的向心肌肉收缩的强度也会越大，所以很多人在跑上坡的时候都会有过度跨大步的问题。比如说我在跑的时候，我想要跨大步，那因为在斜坡的状态下，我的膝关节角度、踝关节角度、髋关节角度就会相对的变得比较窄一点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我需要更多的力量去做向心的收缩推进。那其实这样子的状态下，反而会让你的肌肉消耗的能量过快，那你一下就没力了，你就腿很酸，脚跑不动，自然当然就会成为步兵啦。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维持相同的速度的话，大家记得速度是步幅乘以步频，所以我们会建议你在跑上坡的时候，缩短你的步幅，提高你的步频，让你的身体的肌肉收缩不要这么的疲惫。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试着缩小步幅，然后让节奏变快。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让你的摆手变得比较轻快一点的节奏，搭配我们之前有教的呼吸哦。那你要看到，如果你今天是跨大步，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看哦，你就会发现身体会变得很沉重，然后每一步呢都会很用力的去推。那你的肌肉啊，当然在这样子这么高张力的收缩的状态下，一下就疲劳，一下就踢退，一下就变步兵了。所以记得在上坡的时候不要跨大步，缩小你的步幅。加快你的步频，让你可以跑得更有效率、更轻松。第
第4个呢，就是我们要去用我们的髋关节去做更多的带动哦。你可以想象啊，我们的髋关节就像怎么样，在踩脚踏车这个动作。然后呢，不要让我们的小腿摆荡过大，好，让我们的小腿摆荡过大，留在太后面的时候，反而会增加对侧脚的一个肌肉的负担，所以我们的小腿摆荡的回收的速度会变得比较快一点点。小腿摆荡留在太后面了，所以我的对侧脚的股四头肌、臀肌的压力就会变大，所以我们要试着让我们的髋关节带动，小腿摆荡变快。那我的小腿摆荡变快的情况下，我的跑山路的节奏就可以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第5个呢，就是当我们今天呢，如果是遇到相对的坡度是比较陡的状态下，其实我们本身在落地时候的关节角度就会相对是比较窄的了。那你如果想要靠腿的力量，其实去带动，其实是相对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呢，在陡坡的时候，我们会注重我们的摆手。我们的摆手呢，在相同的摆距当中去加大它的力量。原本可能我们在跑的时候是这样子，但遇到陡坡的时候，我们会加大它的力量。那摆距的位置是相同，但力量的时候会加大。透过摆臂的带动，我们的中轴可以让我们的腿可以更有效率的抬起来。不然很多人都没有在摆手的状态下，你的腿部的压力只会更大，会让你的支撑挤在地面会更久的时间。那你的压力更大，相对的你跑起来就比较容易就疲劳。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哦。那当然，在一般比较缓坡的时候，我们一样正常的摆。但是当你的坡度越来越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大手的力量，然后让你的脚更有力的去带起来。所以当我遇到陡坡的时候，其实我会加大我的摆距的一个能力。而不是一直注重在脚，因为其实你的脚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非常的累了，你再用脚，它只会很快速的疲劳。所以请善用你的手的带动，帮助你的脚更有效率的去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上坡，它就不会这么的痛苦。那我们呢，最重要的除了上坡的技巧，也要把你在日常的有氧耐力、体能以及一些基础的上坡的肌力训练建立起来，你才有办法把这些技巧应用的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要来教大家的肌力，让你在跑山路的时候更享受山路的感觉，同时呢不会铁腿到变成步兵。那我们下一场 Go！ 好，那现在来到我们的室内的一个体能训练的位置哈。那其实呢，我们刚刚在前面呢也跟大家提到，就是我们在跑上坡的时候呢。很多的跑者呢，臀部是比较不太会发力的，所以其实呢，我们今天呢是教导大家，就是说如何有效的去使用到我们的臀部，然后透过臀部的一个带动来帮助我们在上坡的时候有更好的一个推进的能力哦。因为臀大肌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马达，那当你的今天的马达是没有力的状态下，你跑上坡，你就会过度的去依赖到你的股四头肌，那这样的状态下，其实就很容易导致你的大腿疲劳的速度也会相对的变快。那通常呢，我会建议大家进入到这个室内空间的时候，你可以先准备瑜伽垫，那准备一条弹力带，以及我们的哑铃跟我们的杠片。好，那当然呢，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们今天教大家的一些动作，你可以先从比较轻的重量开始，比如说哑铃可能是1公斤、2公斤，杠片可能是2.5磅或是2.5公斤，这样子相对的比较轻的重量对你的负担比较不会这么的大，那也可以同时建立起好的一个动作基础。那首先呢，我们臀大肌呢去做一个弹力带的调试，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弹力带呢绑在我们的膝盖上方的位置。那我们呢有2种模式，第一种呢，好是把我们的双脚并拢，好，那我们的膝盖的下方刚好会在脚后跟的位置。那我们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去做一个仰躺的动作，慢慢的呢把你的弹力带撑开。透过弹力带的这个阻力呢，更有效的去感受到我们臀部的使用，然后慢慢的我们的动作呢都是10下为单位推上去，好，慢慢的往下。好，那注意哦，你会发现啊，有些人在做的时候往内收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往内收的时候，你的股四头肌参与的就会更多，那你这相对的你的臀肌参与变少，那就跟我们在跑上坡的时候一样。你的股四头肌参与的太多，臀肌参与的太少，那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膝盖过度打直，那没有办法去使用到更多的臀肌。所以你试着感受一下，把你的髋这个位置往外撑开，你会发现你的股四头肌相对的压力就没有这么重，而你的臀肌感受就变得更强烈。所以记得弹力带都是保持外展的，然后慢慢的下来。好，接下来呢，第2个动作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2脚呢跟我们的肩膀一样宽。好，保持刚刚使用到臀肌的感觉一样哦。我们的双脚外展，然后把屁股推上去。我们透过一开始双脚并拢的时候呢，加强你对于臀肌的认知。但我们最后还是要把我们的2只脚打开，然后去做到一个分腿的动作，然后去使用到你的臀肌。
下一个动作呢是我们的一个跪姿臀推的动作哈。那我们呢身体呢成一个跪姿的动作，脚趾帮我踩稳在地面，我们的臀部往后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杠片放在我们的胸口。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臀部脚趾推地板，这个时候去带动到我们的臀部收的力量，杠片往前推，核心保持稳定。好，去使用到我们臀部，好到我们的股四头肌的一个向心收缩的同时的一个能力，稳定推。这个动作呢都可以有效去带动到我们上坡有更好的一个推进。好，注意哦，有些人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动作，嚯，腰挺直的。那这个时候呢，因为还有本身杠片的重量，你要去做支撑，所以你的腰椎的地方呢，记得不要有这样前凸的动作，核心是保持稳定的，上背都是打直的，然后核心稳定，再把杠片推出去，收回来，然后慢慢的往下，连续的推，核心稳定。好，髋关节也会看到这个地方，我们是用髋的带动，推出去，再去做一个杠片的延伸，回来。那接下来呢，把我们的这个杠片呢放在我们的瑜伽垫，那我们的双脚就可以踩在瑜伽垫上，增加我们的高度。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试着呢，好把你的一侧的臀部慢慢的抬起来，然后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去做到一个抬腿的动作。增加我们单脚的一个臀部臀大肌的使用哦，抬脚，然后10下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换边。好，当你越来越熟悉动作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换成交替的1下、2下，去训练臀肌，在这样子来回交替的一个使用。好，那特别注意啊，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个训练呢，然后帮助大家自己的髋关节、臀部更有效的使用。因为呢，我们在跑上坡的时候，很多人会想用膝关节的力量推，那这个时候你的臀部相对的就使用的比较少。所以我们希望说怎么样，你更多的其实是使用到你的臀大肌。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细节怎么样，臀肌往前推的力量，而不是用膝盖往后蹬的这个力量。你会发现膝盖如果往后蹬，反而臀部是留在后方的，而我们是有效的去用到臀肌推出去这个力量。所以其实呢，我们要去建立起一个好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模式，去诱发到我们的臀肌哦。那首先呢，我们的动作呢会是我们的弓箭步。如果你觉得这个哑铃的重量呢相对的是比较重的话，那你就可以去调整一下你的哑铃的重量，甚至你用徒手做都可以。那我们呢会去踩出一个前弓后箭的地方。好，那我们的膝盖呢，刚好会落在我们的一个脚踝的前方。那我们会顺势的往下蹲。那这个时候呢，你往下蹲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的前侧的臀部是有用力的。前侧臀部用力之后呢，我们就会慢慢的感觉到怎么样？由臀部的力量推上去，往前延展的感觉，往下，臀部推上去。重心都是放在你的前脚的位置哦。去想象你跟跑上坡的时候，你是用臀部去发力的感受。好，一样哦，做完我们记得要换边哦，重心都是放在我们的前脚的位置哦，感觉臀部的力量推出去往前的感觉，往前的感觉。好，所以有些同学做可能是往后推就不对了，好，或是往上的感觉，不要，我们都是有一点要往前的感觉。OK， 这就是我们的好哑铃的弓箭步深蹲。你今天已经有没有学会到，就是在户外当中我们跑步的上坡的技巧啊，以及一些要注意的事项？那我们到了室内训练，其实就是希望说，帮助大家建立起一个好的一个发力的一个动态模式，而不是长时间在跑上坡的时候，你都感受到你的膝盖、股四头肌负担变得非常非常大。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健健康康的跑步，在跑上坡的时候都是很开心的，跟我一样，好，成为一个好的跑上坡的跑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推出下坡的跑步影片，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会持续推出教学的内容，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在一辈子受用，跑得开心。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喽，拜拜。在跑下坡的时候呢，因为核心不稳定的状态下，导致身体都会有一些晃动，然后导致一些膝盖的疼痛，或者是说呢，你在跑下坡的时候，容易都会有刹车的作用，不知道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去调整自己的身体，更有效率的向前哦。今天呢，我们就会针对下坡的技巧，来让大家知道如何帮助自己在下坡的时候更省力，更能够运用下坡来变成你的助力，跑得更轻松。所以很多人呢会在跑完下坡之后到平路就抽筋了，或者是跑完下坡到平路，腿就没力了。所以通常啊，我们会建议在下坡的时候，
预设的配速以及或是预设的心率区间保持在稳定的状态下，不要让它忽然变快，或者是心率忽然变高，因为这一点很容易让你在后段的时候全部都还回来给你。非常陡的坡，除了我们的步幅要缩小，因为过度夸大步只会迎来更多的刹车。另外一个帮助你能够有效的平衡的就是我们的手，透过身体的旋转量来帮助你的下肢有更好的平衡跟稳定性。